岛内疫情愈发汹涌，民进党当局却不顾民生，在军事上紧抱美国大腿。今日美军在台行踪被曝光，据台媒证实，美军安全部队援助旅官兵月前进驻新竹湖口，观察台陆军联合兵种营下基地测考状况，并协助指导战训。美军安全部队援助旅是什么来头？协助台军战训有何目的？来看看报道。据台湾联合新闻网周日报道，台湾新竹湖口陆军部队训练北区联合测考中心的一名士兵4月在脸书抱怨伙房业务增加，造成台军官兵连午休时间也没有。该士兵还质问，明明付一样的钱，为什么美方可以喝瓶装牛奶，我们就要可怜的喝水兑奶粉？可以解释一下吗？随后有基地官兵向联合新闻网证实，在台湾疫情尚未加剧之前，确有大批美国安全部队援助旅的官兵进驻北测中心，以顾问身份观察台陆军联合兵种营下基地测考情况，并给出指导建议。该官兵声称，这是美军首次实地参与联兵营的运作。而对于美军是否会留到7月汉光军演，台军方拒绝证实。美军进驻台湾帮助台军进行训练呢，并不是第一次了而且这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像去年美国的陆战队就到台湾对这个台军进行了训练，美军呢，他到台湾来帮助这个台军进行训练，主要有这么几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当台军搞一些非常大型的综合的军事演习的时候；再一个呢，就是对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台军这方面比较困难的一些科目进行一些训练；再一个呢，就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此次在台湾出没的美军安全部队援助旅成立于2018年5月，目前共有6支，每个旅有约800名军人，由1名准将统帅。自成立以来，安全部队援助旅已多次被部署到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及非洲、南美、欧洲和中东的多个国家，为这些国家的军队提供专业化的训练和有针对性的战术指导。换言之，安全部队援助旅实际上就是一个专业化的军事顾问团。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军退出阿富汗，拜登政府开始强调所谓印太战略，安全部队援助旅的焦点逐渐转向印太地区。去年就曾在泰国抚训该国陆军部队。而据第5安全部队援助旅的脸书披露，该旅3月起开始配属到印太司令部，4月和5月起陆续前往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协助这些国家的陆军学习作战新策略。据美国防务快报此前报道，第5安全部队援助旅指挥官柯蒂斯·泰勒就曾直言，美军需要转变角色定位，可尝试充当第三者，在那些和中国与俄罗斯等军事强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和地区间建立起多种联结渠道，从而掺沙子，逐渐强化他们与美军的防务关系。美军进驻台湾，这实际上就破坏了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底线。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个美军呢派出的数量比较少的这种人员，而且呢以退役的为主，它并没有装备，没有武器，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成建制的军事力量的派驻所以呢，它还没有说完全突破这个红线。外界注意到，近年来为遏制中国大陆的发展，美国的台湾牌打得越来越频繁。去年6月，美海军一架专门搭载高官的波音 C-40运输机从日本冲绳起飞，接近台湾上空时，突然向台方申请紧急降落，理由是起落架故障。尽管事后台防务部门解释称，该军机并未在台湾任何一个机场降落，但有观察家警告，这是向中国大陆发出挑衅信号。美方通过这种紧急避险申请，实际上是在探测中国政府对于此类行为的承受程度和反应。去年10月13号，蔡英文到乐山雷达站视察，有眼尖的台媒发现，在当局公布的视察影片里，极其罕见地出现了一张美国面孔，疑似是军方安全人员。有台媒报道指，虽然美方常驻乐山雷达站是个公开的秘密，但外界从未目睹美方人员公开露面，而蔡英文视察属高度机密，军事视察片向来也有严谨的审核流程。分析认为，当天播出的画面美方人员一闪而过，实际上代表民进党当局有意释放出台美共同分享最机密的导弹预警情报的消息，体现双方军事合作紧密关系。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伟。
吴先生，最近台军士兵在社交媒体上抱怨待遇不如美军，意外曝光了美军成体系部队进入台湾执行战训任务的情况。那么您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呢？美军这个安全部队援助旅又是什么来头？ SFAB 即 Security Force Assistance Brigade 安全部队援助旅的简写，它在编制上与美国陆军的旅级战斗队相似，最大的不同在于旅级战斗队是齐装满员的战斗部队，而安全部队援助旅则只有军官没有士兵的架子旅。说的直白一些，就是军官团。SFAB 的部队臂章 logo 上写着 Advisor， 顾名思义，这就是一个军官顾问团。美国军方才在2018年正式组建了这个 SFAB， 专门负责对外军事训练。SFAB 出现在台湾是一个应该引起我们足够警示的信号，它意味着美国陆军正在成建制、成规模、成体系的对台湾地面武装力量进行深入培训。这种层级的军事交流是美国所谓军事盟国才能获得的。这一次，美军 SFAB 进驻的位于台湾省新竹县湖口的北区联合测考中心，是台军代号“捷豹”的一支旅级单位。它平时的任务是对其他陆军单位进行技战术考核评估，可以说是一支考官单位。美军的顾问旅与台军的考官旅面对面交流，这当然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情况啊。实际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所谓台美军事交流一直以一种只做不说的方式在暗地里进行。在台军一些营区外的酒吧里啊，那些留着寸头、身材魁梧、着便装的老外，十有八九都是以旅游身份为掩护来台湾执行军事交流任务的美军现役或是退役官兵。然而，此前的这种背地里的勾当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小打小闹。像这一次这么大规模的现役军人交流，应该是非常少见的。此时还有一个观察点，那就是看台湾当局会不会及时出来灭火。过去也多次出现过在社交媒体上泄露美军在台行踪的情况，一般都是美军方面一个越洋电话打到美在台协会，再转告执政当局赶紧出来澄清灭火。可见美国一度还是采取一种小心翼翼的做法，不想激怒中国大陆。但随着这几年台海局势持续复杂严峻，美国政府打台湾牌的频次越来越高，他们会不会一改过往的低调，采取一种被你发现了又如何的这种挑衅的姿态，这就非常值得关注了。好的，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